北京冬奥会已经闭幕了，除了可爱的冰墩墩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冬奥会上的各种龙元素？比如谷爱凌的龙纹战袍，冰球队的头盔护具。作为龙的传人，小时候我们都对与龙有关的神话故事深信不疑，但长大后慢慢意识到，龙似乎是子虚乌有的东西。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个龙的故事。其实在西方也有龙，只不过他们的龙和咱们的东方龙有着非常大的区别，属性方面也通常是邪恶的象征。那么曾经有人发现过一个神秘的纸箱，里面会飞出各种各样的龙。起初大家都以为这只是个玩具机关，但是某一天它竟然开始现身，试图与人类对话，并且还描述了他们的那个世界。这是一个尺寸为32厘米乘以20厘米乘以26厘米的扁平纸板箱，里里外外都被油漆喷成了银色。最显眼的是，盖子上面还有黑色马克笔的字迹，上面写着 Here be dragons， 龙在这里。曾经有人目击过纸箱自行打开的画面，据说当时冒出了大量的黑烟，在烟雾散开后大概过了20秒钟，纸箱出现了奇怪的景象，里面竟然飞出了各种各样的龙。当然，这里的龙都是折纸模型，有像东方龙的，也有像邪恶的西方龙的，而且色彩斑斓。目击者非常的诧异，根据他的描述，这些龙的个头不等，最小的可能只有10厘米，最大的在30厘米左右。离开纸箱之后，他们会成群结队的飞行，速度大约为15公里每小时。更令人惊喜的是，这些龙竟然还会与附近的人进行互动，对人类并无恶意。为了安全起见，在第一次目击事件过后，这个纸箱就被上交给了专门的安保机构保管。其实如果不是龙主动飞出来，人们去强行打开纸箱是看不到任何东西的。根据工作人员的记录，每一次的开箱飞出来的龙数量都是不同的，最少的有50只，最多一次的要达到400只左右。在飞行2到3个小时之后，所有的龙都会不约而同的返回纸箱，这个时候纸箱又会冒出黑烟，当龙统一飞进去之后就完全消失了，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。不过这还不是最神奇的，有的时候龙从纸箱当中飞出来，纸箱的盖子上面还会随机出现一条信息，每次信息的内容都是相当关键的，好像是有什么要告诉工作人员。然而这竟然是纸箱中的世界与工作人员交流的唯一方式。根据记载，自从2004年开始，这个神秘纸箱经历了长达11个月零28天的怪事，飞出龙的频率越来越高，而且每次都会留下许多至关重要的信息，耐人寻味。后来这一系列事件被称作为嘎布沃奇事件。看过《爱丽丝漫游仙境》的小伙伴肯定很熟悉这个名字，这条名为 Jabberwock 的恶龙是红皇后的武器。看来这一系列的怪事可能就像是这部电影一样，与幻想是分不开的。在第一次出现的信息上面写道，你找到了我们，感谢你，朋友们，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，一直在维护和平。自从你们上一次来并下达命令之后，巨人和巨兽们始终信守诺言，没有惹出任何麻烦。我们想念你们，你们的家人过得怎么样了？你们还记得如何操作房间？欢迎您随时光顾。随后他们又发出了另外一条信息，你们的世界发生了如此大的改变，这很奇怪，但是更奇怪的是我们出现在这个地方，在幻界中我们要大得多，或许你们也长得更加高大呢。反正幻界一如既往还是那样，我们希望你们能够像以前一样来这里拜访。尽管我们的房间还是像往常一样大，但你们的看起来好像是缩小了。不明白，按照约定，房间应该是保持稳定的，请尽快恢复。看到这里，大家是不是一头雾水？什么房间、幻界？工作人员也是看得摸不着头脑。然而，此时的纸箱活动变得越来越频繁，出来的信息也变得更加糟糕了。在出现下面这条信息之前，纸箱只出来了20条龙。奇怪的是，这次的折纸龙没有起飞，只是缓慢的在行走。信息内容如下：朋友，抱歉，我们变少了，我们必须在幻界中待上一阵。因为有某些势力正在躁动，我们必须维护和平。但是为了我们彼此的幸福，请快点修复房间。我们知道你们已经在尝试了，你们种族的想象力是有目共睹的，拜托了。看得出来，这似乎是来自幻界的请求。工作人员对此感到非常的担忧，他们不确定这些信息究竟在指什么。总之，纸箱当中的世界希望工作人员尽快修复房间，这样可以相互拜访，而且对方还提到了，这是为了彼此的幸福。那在下面一条信息出现的时候，纸箱里除了飞出来几条龙之外，还出现了3个皱巴巴的黄色纸团。这些纸团在出现之后，大概剧烈晃动了5秒钟，随后就停止了。后来他们被折纸龙捡了起来，一起飞回了纸箱。伴随着有这么一条信息，巨人们太蠢了，看来你们的房间还没有准备好接受他们。抱歉了，我的朋友，我们希望还能再见到你们，但是
维护彼此幸福的时间已经越来越少了。这次过后的不久，龙又飞了出来，但这次飞出来的龙变得更少了。而他们带出来的信息写道，现在的情况越来越紧张了，幻界正在变得黑暗，除了我们，还有巨蛇以及其他种族在疯狂地阻止他们。但是巨人和精灵希望发动攻击并打开一个入口，他们说你们的家族正在变得愚蠢和无知，我们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，如果已经被你们遗忘，那真的太难过了。而在下一次的信息来临之前，纸箱当中只飞出来了一只红色的龙，它的翅膀似乎断裂了，看上去有很多褶皱，出现1分钟之后，它就倒在了地板上面，一动也不动。最后在纸上留下了一句话：战争再见了，我的朋友。2个小时之后，纸箱突然打开，冒出2米高的火焰，当时的温度高达1700摄氏度，里面还传来可怕的咆哮声。不仅如此，纸箱当中还不停地喷射出撕碎的纸片以及被损坏的折纸。在接下来的6周内，纸箱时不时地打开并喷出熊熊大火，喷射出的纸片数量越来越少，但是出现了新的物质。根据工作人员采样检测，这些都是类似于肌肉和组织般的东西，具体是来自哪些生物就不得而知了，只知道数量在日益增加。时隔7个月之后，工作人员意外地发现纸箱内部有一张羊皮纸，上面的字迹非常模糊，有的还被鲜血染红了。上面写道：你们还在吗，朋友？幻界不再安全了，你们的造物，我们的避风港已经不复存在，巨人们都已经死了，鸟儿也飞走了，我们要将你们的房间埋起来，不能冒险伤害你们，就这样告别吧。也许有一天，你们的种族能够建立起另外一个房间，彼此连接，即使希望渺小，我们也始终期待着。工作人员看到这样的情况非常的沮丧，但他们始终期待着纸箱当中的龙能够再次的飞出来。然而1小时之后，纸箱竟然开始剧烈的摇晃，黑烟持续了15分钟之后，它便开始倒塌，箱子的几个部分也开始烧焦，出现了许多小孔，连盖子上的 Here Be Dragons 的字迹也被烧光了。最后，纸箱内部竟然出现了一张埃及沙草纸，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画，上面描绘了布满树林和瀑布的风景，有一只单翼龙正在飞行。除此之外，留下了最后一条重要的信息：主人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你们了，大家都很难过，我们曾经交流了各种理想和目标，但以后不能互相分享了。主人说我们必须走了，他会给我们创造一个新的幻界，但里面不包括你们，太难过了，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们，只是担心你们是否会忘了我们。看完这条信息之后，工作人员发现纸箱里面渗透出了盐水，之前烧坏的痕迹都消失了。3分钟之后，纸箱恢复成了最初的模样，只是 Here Be Dragons 替换成了 Here Were Dragons， 意思是龙曾在这里。自从加布沃奇事件过后，工作人员也不再跟进这个项目了，毕竟已经过去了8年，再也没有出现过任何异常情况。后来有一名工作人员把纸箱以及3个不再活动的折纸放在自己办公室里面留作纪念。突然有一天，大约在晚上11点钟左右，纸箱开始冒出紫色的烟雾，箱子打开之后直接掉在了地板上面。工作人员发现里面掉出来一块紫水晶以及一本皮革包装的书，书里面详细描述了曾经生活在幻界当中的所有生物，虽然很多都已经灭绝了，但是它的存在就是要告知外面，里面存在过的文明，如果有下一次，不想让同样的悲剧再次发生。不仅如此，紫水晶上面还刻着最后一次的字迹。当纸箱掉落后的40分钟内，箱子不断的在冒烟。当工作人员试图再次捡起所有的残留物，发现纸箱彻底解体了，仅剩的一点残骸被放置在办公室里面的收纳盒中。好了，看到这里，不知道各位有什么感想？本以为这是一个什么恐怖的科幻故事，到最后竟然还有点小感动。那么我来说一下我个人的理解，在故事当中多次提到的房间，很有可能指的就是现实与神话的入口，人类世界与幻想世界的桥梁。而且在这个房间里面，是当年创造幻剑时遗留下来的，用来纪念2个世界之间的美好关系。当时人类的信念要比现在强烈的多，所以与幻界之间的沟通密切。而几个世纪过去了，幻界依然心存信念，但人类忙着追求科学，已经把幻界里面的巨人、巨兽、龙等都视为神话传说，根本不想建立什么联系，所以更不会去修复彼此沟通的重要桥梁。信念什么的更是一整个抛之脑后了。从幻界发送的信息来看，直到最后还对人类抱有希望，但可悲的是，幻界之所以能够存在，都是靠着幻想与想象力。地球上冷冰冰的科学越来越容不下他们了。
战争爆发之后，幻界不得不跑去建立新的世界，为了不想被忘记，所以才会出现最后的那本书。他把幻界完全备份了下来，希望能够永远保存下去。如果有一天人类突然醒悟，那以后还有机会靠着这本书随时建立新的世界、新的联系。但我觉得这本书可能会永远的被束之高阁，直到最后被遗忘在人类历史的海洋里面。其实我从头到尾都在思考一个问题，那就是科学和神话真的冲突吗？小伙伴们可以在弹幕里面讨论一下。在我看来，神话向来都是在追崇真善美的想象，科学则是人类进步的希望。想象力与科学的世界观都是缺一不可的。而且换句话说，你怎么知道我们现在生存的世界不是神话世界当中的神话呢？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如果现实世界与幻界真的存在这样的渊源，那么你会想重新建立起与幻界的联系吗？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。那如果你觉得视频做得不错的话，那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投币。我是正正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